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今天我们看到币圈整个市场市值排名前100名的币种互有涨跌，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呢依然在高位出现横盘的一个走势。横盘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昨天门头沟大额的转进转出对市场的影响不大啊，比特币仍然在68000美金附近震荡。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比特币上方走出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目前出现4次之后是容易不断创出新高的。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认为本轮行情是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势力范围。注意看啊，这里的悟空阳线启动时间是在24年3月，走出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一直调整到5月底。那么我们看到了围绕悟空阳线走出来的一组干扰性 K 线，那么这组干扰性 K 线目前已经成功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那么箱体结构走完之后，我们认为上方仍然有预期走出周线级别的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第4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因此呢，行情牛市依然存在，只是目前我们仍然经历71000美金压力下的一个调整过程。同时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在周线级别在上一周，也就是520的这周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目前正处在一个微弱的调整，但是仍然是一个强势的状态。我们认为，对于以太坊来说，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那这个交易对呢非常关键，这轮行情当中始终处在下跌趋势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在美国 ETF 通过之后，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啊，上方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位置是一个波谷连线，通过交点之后延长线的部分构成的位于0.057啊，这个它是一个比值啊，在这个比值上构成了一个压力，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对这个压力位看得非常明显。但即使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目前所处的范围是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那8节阳线的开盘价，我们认为是在0.053啊这个比值附近。所以呢，0.053不跌破，我们认为目前仍然处在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仍然有一个多头的预期，上方可能会突破压力线，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如果在日线级别或者是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继续围绕它的多头运行的话，我们认为以太坊将会出现一轮领涨行情。同时呢，在日线级别的以太坊目前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它的多头一旦出现快速上行的话，将会与24年2月到24年3月份这轮行情的上涨出现一个平行结构，这也是我们对以太坊的一个预期。同时呢，以太坊相关的同板块的质押呀或者再质押币种，这些币种呢往往是在 Binance 平台今年的很多次新币当中出现啊，这些币种也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涨幅。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 AI 困的云图来看啊，今天预言机币种预言机币种我们看到 Link 出现了一个拉升的动作啊，这个通过这个云图看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看到了Link 它从属于 Solana 板块，从属于 ETH 板块也从属于波卡生态板块多个板块当中出现了 Link。我们认为 Link 首先是一个预言机板块的龙头，那么预言机板块往往它的上涨会跟随以太坊，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对于 Link 来说，上方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那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17.55美金是它的一个横盘整理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那这条底边线，我们看到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注意看近焦点是一个区域。那在近焦点震荡过程当中，跌破近焦点区域，跌破了刚才我们提到的17.5美金，进入到了黄金坑。进入到黄金坑之后，它的反弹过程我们看到是在更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反弹。我们认为焦点位呢是属于一个黑洞，那么黑洞将 Link 的价格吸引上来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Link 走出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目前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机会出现回踩，回踩目标点位呢是在17.6美金附近。那17.66美金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
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跌破之后变成阻力，突破之后呢回踩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它有可能启动一轮新的行情。那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 Link 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啊，对于它来说，我们认为上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可能会出现与前面行情当中23年9月到23年11月份啊这轮行情相互平行的一个结构。在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下跌平行结构，会看到非常多的上涨平行结构，因此呢，这些平行结构会带给我们预期和方向。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啊，热搜榜当中 NOT 啊，这是一个最近非常火爆的猛魔板块的币种。那今天我们发现它做出了一个非常微弱的调整，调整过程当中，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啊，这里是小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它的一个下跌洗油启动的原因是目前做出了多轮4小时级别上涨洗油之后啊，做出了一个高位的调整。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下跌洗油，但是啊，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仍然看到是围绕着前面行情当中5月28日16点的这个阳线进行的一个涨幅内的一个调整过程。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依然看到，对于 NOT 来说，我们昨天就提到了，依然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因为它是一个次新币，也是目前非常热点的猛魔币板块，同时呢，也上了 AI 困的热搜榜排名第一。那么在这种资金加持、热度加持之下，我们认为它目前走出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今天的调整呢，我们认为是八戒阳线势力范围的一个妖怪 K 线。那妖怪 K 线呢是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预期。只要这个妖怪 K 线不跌破八戒阳线的开盘价，也是0.007216这个开盘价不被跌破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认为上方在日线级别的 NOT 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走完它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前段时间我们提到的一个热点币种EDU 啊，那 EDU 呢是一个教育板块啊，CZ 在这个被审判之后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币种就是教育板块。那教育板块当中，在 Binance 的平台，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EDU 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席位的。那么它的一个结构非常简单，我们看到首先开盘之后啊。在23年4月开盘之后，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然后一个反弹的收敛三角形，再次来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下跌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底部持续震荡，然后快速上拉上来，上拉上来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那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在沙僧阳线之后，伴随着更多的干扰性 K 线，那这组干扰性 K 线走的非常凶险。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多次插针，然后下行，连续下挫。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但对称性的涨跌之后，我们认为沙僧阳线的开盘价0.78美金不跌破的情况下，上方依然有它的唐僧阳线预期。如果能够出现唐僧阳线的话，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属于 EDU 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已经出现，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因此呢，对于 EDU 我们依然认为是本轮行情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币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次新币种。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提到的 HIGH 目前已经发生了突破，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它形成了一个方向向上的平行式的上涨结构，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做出了突破性的动作。那么这个突破性的动作，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悟空阳线，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可能会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是呢，目前的这个价格不适宜追高了啊。如果需要进场的话，耐心等待回踩一个平行上涨轨道通道的上面线之后才能布局第一个点位。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 HIGH，我们认为它会走出的是一个横有多长、钝有多高的一个走势。从22年7月调整至24年1月，长达2年的调整之后它的一个底部平行结构夯实的非常清楚。我们也看到上涨的走势也非常极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周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也伴随了一个非常凶险的在24年3月份出现的一个下杀过程。所以呢，涨速过快也容易出现快速调整，风险往往在快速调整之后得到释放。因此呢，布局的点位我们认为是上行平行的这个结构的上边线和底边线的这个区域上逐渐布局，不建议直接进场追高会有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